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今天这个视频呢，不是美妆视频，也不是彩妆视频，但是我认为今天这个话题比我之前所讲的所有的话题都要重要。那我今天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母亲是如何一步步患上这个抑郁症的，到现在她连我都不认识了。我不是最近才把他们从中国接过来嘛，然后我这几天也是在陪着我妈。我希望姐妹们哈，尤其是女生啊，和我年龄相仿的，或者是30出头刚结婚生子哈，知道中年人哈会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特别是女生跟妈妈之间这种微妙的关系，那有的时候呢，会让我们去忽视母亲的想法和他们的一些小症状。那长期忽视下去呢，就有可能就是你在这个前期你就没有注意到，就像我之前就犯了这样的错误，就让这个病情越发的严重。当然了，我妈妈还经历了这个口罩疫情这个特殊的这个时期哈，所以我希望今天这个视频哈，所有的女生朋友，当然了，男性朋友也欢迎大家来观看，让大家都能静下心来听我把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我妈最初的症状到现在目前一步步怎样发展下去的，就整个这样子的过程，我在这个视频当中跟大家描述一下。那么也提醒身边所有的朋友观看我视频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妈妈婆婆，有些男孩子就是老公他们都不太去关心父母我真心觉得生个女儿太好了，男孩子他可能没有那么心细自从我妈得病之后呢，我妈身边的朋友，包括我的姨妈们都非常关注心理的健康。在我妈得病之前，甚至在我妈妈前期，在我们发现她的性格上发生了一些转变，和她的言语有一些改变，包括她唉声叹气情绪上的转变。那在当时那个时候，我们让她去看心理医生帮她找心理医生让她去检查一下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接触到类似心理疾病的这个问题，就是从站在他们这一代人的角度上来看，他们觉得这些东西都不是病，可能是生活哪一点不如意就是自己一直想一直琢磨，就造成这样子的一个困扰。他们真的不认为这是个病。像我妈当时你让她去看医生给她找心理医生她觉得多此一举，她觉得我没病，你为什么要让我去看医生？但是自从我妈得了这个病之后，她身边的朋友、同学、妈妈的姐妹们就兄弟姐妹们，甚至我这一代的这种表兄表弟、表姐表妹们，都开始注重了这个心理健康的问题。所以这个视频我讲完之后，也是给大家敲一个警钟，无论你现在在哪一个年龄阶段，我们的这个心理健康真的是不能忽视，甚至比我们整个的身体的疼痛身体哪点不舒服更要重要。首先呢，我站在我自己的角度上来跟大家分析一下我自己眼睛看到和我自己感知到的它的这个病程一步一步是怎么样发展的。那2018年的时候呢，我们3口就回国了，趁着暑假回国了。回国的时候呢，我妈就给我表达出来，因为她住在那个我们单位的，就是他们以前老的单位里面那个社区的大院里面，所以很多里面的邻居都是以前工作的同事和朋友。然后他就跟我表达，为什么我这段时间我就发现有时候在那个院里面碰到什么什么阿姨啦，什么什么叔叔了，就他以前的老同事老朋友，他会突然之间的想不起来他的名字那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心里面其实就会有一点不祥的预兆。那么第一个开始想到了，他会不会是得老年痴呆？这不就我们正常人就是会想到的话题。但是呢，我们没有想过这个是抑郁症它也有这样子一步一步这样发展。这是第一个我自己认为它表现出来，它有一些病症、有一些症状的这样反应，还会表达，你看妈妈以前你喜欢吃的菜，我怎么好像就是突然做的时候就忘记怎么做了，不知道该放什么不该放什么了然后这个也是当时我回国的时候它表现出来了一些症状。那我6月份回国，孩子9月份开学，我不就又回来了吗？然后我父母呢，他们当时是10月份、11月份也来到温哥华了，因为那个阶段刚好是我爸退休了，就2018年那一年我爸退休，他在我上学这么长时间来从来没有来过加拿大看过我，所以也就我爸退休了，所以说安排当年就说能在我这边
边能住的久一点，能尽量的，他们拿的都是超级签证哈，能尽量的住的久一些，就这么想的。所以他们10月份、11月份又过来了。过来之后呢，然后我妈一直就是她最大的给我的印象比较深刻，一个是性格比较急躁，就是一两句就能吵架。她不跟我老公吵，我妈是属于非常内向的人，她不太喜欢跟生人打交道。对于我老公来讲，虽然是他的女婿，但是他还是觉得很尊敬他，说话还是很客套。但是他对我和我父亲呢，就是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所以他经常会发脾气啊，一搞就怒了。而且这个怒，他不是说生一下气哄一下就好了，他是很认真的发脾气，就是把这个事情看得很严重。其实可能就是一些小事，就是家庭琐碎的一些小事。这是我发现他来到温哥华之后，就是和以前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那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说他有这个颈椎痛，因为当时他颈椎痛，我老公就去超市给他买了一个那种很大的挂在这个脖子上的一种按摩颈椎的仪器。头晕、头疼、头晕不舒服。他这个颈椎疼呢，并不是说当时2018年来我这儿才开始疼的，其实早在好多年前，你看他在Will小的时候，就我儿子小的时候，他也过来过一段时间哈，他都有表现出来颈椎疼。但是当时呢，都以为他很喜欢打毛衣啊，他没事就在打毛衣啊，什么毛毯啊，就打这些东西。然后他还喜欢做这个数独，做数独就超级厉害。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去检查这个大脑的时候，别人就是医生一下就反驳过来，告诉我们他不是老年痴呆，因为他数学算得特别的快啊，他抢答，他数学一直都很好，他数独玩得特别的好。然后颈椎，所以说颈椎疼这个事情，并不是说当时18年来温哥华才发现，而是说这持续这么多年，在这之前哈3、5年前都一直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都没有注意，我们都以为他是不是打毛衣多啦，还有做数独，没事低着头去做这个数独啊，时间久了这个脖子不舒服哈，都不把它当成一个抑郁症啊，更不把它当成一个精神类疾病的一个症状，然后我们都忽视了这些东西。然后呢，这就是他来这儿之后的反应。还有一个最大反应，刚才说了，就是一个情绪的急躁嘛。当时他非要走，本身来的就是说尽可能的多让他们在温哥华待一段时间，我们预计差不多6个月以上吧。但是呢，来了不到3个月、2个月左右，他就非要走，每天就是嚷着要走，最后到情绪很暴躁，然后我爸也受不了他，就是他是很认真的。他刚开始说，我们还是提前走吧，我们还是早点回去吧，在这儿也没什么意思嘛，就早点回去吧。其实很多父母来到温哥华之后，时间久了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尤其是不太爱交朋友啊，不太往外跑，不太往外走。其实我爸是能开车了，当时还经常我们不在家的时候，他们开着车还经常带我妈出去溜达溜达，但是依旧他在这儿待不了，他非要走，差不多2个月不到3个月了左右，不到3个月左右时间就硬要回家，就回家了。然后19年刚好11月份开始，全国不是开始出现这个口罩的问题。他在回家之后呢，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自己开始出现问题了。然后那段时间我就听到妈妈的兄弟姐妹和我爸都描述，他很喜欢出去唱歌和跳舞，他就很喜欢去唱那个卡拉 OK 的下午场，他自己去有意识的想去调节自己的这个情绪，不然的话就是在家里面很闷，心里不舒服，就每天都在唉声叹气，然后时不时就会想到很伤心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因为口罩问题，本身每天还过得挺开心的哈，就是天天唱唱歌跳跳舞。口罩问题之后呢，就锁在家里面了，然后一天不如一天，一天不如一天。到2020年的时候呢，他就出现了严重的厌食。在此之前呢，他没有任何的症状，我们有时候视频他也能认得出来，我就还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然后他也没有说自己不开心，没有说怎么样哈。但是呢，之后慢慢他跟我视频跟我打电话的次数越来越少，然后我就发现他
爱睡觉了，开始变得就是睡觉晚上睡不着，白天睡不醒这样的状态。之前这些年从18年开始，他都要吃安眠药睡觉的，就是他晚上睡不着觉，这是一个很大的症状。然后到2020年的时候，这不就口罩问题一直有了没了有了没，就是一直紧的松了紧。然后2020年的时候出现了严重的这个厌食，滴水不沾更别说油米了，滴水不沾，就连喝水他都喝不进去。那在出现厌食症状这么严重厌食症状之前呢，他有一个转变，就是他吃东西他会先闻一闻，他会觉得这个食物有一种难以下咽的这种味道。他就说这个也不好吃，那个也不好吃了。以前他不是这样子，以前他从来不挑的。我妈是一个非常朴素的一个非常善良和朴素的一个女人，她不会说我一定要吃什么好吃的山珍海味，她给她什么她都可以吃，什么样的日子她都能过，她是一个这样子。而且她不是属于那种非常好强的，就本身她并不是属于那种特别爱争、特别爱强、特别火辣辣的那种女人。你要说一个比较极端的词吧，你要比火辣辣相对火辣辣一个极端的词，她就是属于一个非常平和的一个人其实她的性格并不是说很古怪这样子，但是她确实不爱交朋友，不爱出门，怕生人对，就是用现在一个词儿就叫做社恐，她就是非常典型和非常严重的一个社恐从年轻就从她正常到现在她是一个社恐。厌食之前呢，她就是闻什么她都觉得有味道，她没办法进食，甚至吃了就吐。所以说厌食症它并不是仅仅是说我不要吃这个东西，她吃下去之后她真的会呕吐，连喝水都会呕吐出来。虽然说当时我并不在身边，但是这一切都是我爸跟我形容描述的。然后到非常非常严重，正好2020年赶到我们家人我爷爷去世之后的，大家都在忙这些事情，去世之后的第2天，我爸看我妈真的好久都没有，就滴水不进了，赶紧就把她送到医院。送到医院，医生就说如果你要再晚来2天，这人就没办法救回来了。然后他就开始抢救，打蛋白针打一些营养针慢慢一点中西医结合，然后让他的胃先好起来，慢慢的能吃东西，慢慢就恢复了体力。厌食症好了之后，他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的精神恍惚，他没有办法跟你正常对话了。这是自从打厌食症之后，他就完全没有办法跟你正常对话了。但是呢，他会他多少呢？他不是说你问他什么问题，他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回答，但是他没有办法集中精力。你看他的眼神是恍惚的，你跟他视频，就是首先他不会主动再给你发视频了，你知道吗？妈妈们，尤其我们在海外的姐妹们、父母们，可能想你的时候就会经常主动的给你发你不接电话还不行，对吧？但是那一段时间他就不再会主动的给我打电话了，就是他好像是已经把自己给锁起来，把自己给关闭起来了。你即使给他打视频呢，你会感觉他有时候就是回应型的给你微笑，给你笑笑哈哈，然后你说什么好可以，就是好像是一种应付。然后但是他的眼神已经不聚焦了，他会觉得这件事情太久了，我很烦，你就放一边。他不是像以前像妈妈给你视频，他总是觉得好像跟你说不够什么话题都想跟你分享但是打那之后，他就整个人是一个涣散的，然后没有办法正常和长时间的去交流了，就发现了他有很严重的这种语言交流的障碍的问题。然后这不是好了吗？就想着厌食症也好了，人的体力也慢慢恢复了。那我妈呢，刚好又赶上了她的护照和签证全部都过期了，刚收到签证。我妈过视频的时候就说：“哎呀，我的手也疼我的脚也疼。”连续说了2天，第3天她就完全不会动了你没听错，就是她就瘫在床上了。那我们以为就是当时2天不会动，带他去医院，大家抬着去医院检查，医生说他啥事儿都没有，就是他不是属于完全植物人或者瘫痪的这种人比如说他的脑有什么问题他什么事情没有。也就是说这些年从18年到2020年出现这样问题21年出现了这个不能动的这个问题，就是完全瘫痪的这个问题。
这么多年检查下来，他的身体比我爸还要强壮。我爸可能还有时候会有点查的时候，哎，血脂高啊，哎，血压稍微有点高啊，就是他还有这样子的一些小症状。但是我妈是啥症状都没有，只有大脑可能会有一点点轻度的萎缩。但是医生说了，像他这个年龄，这个萎缩的程度是正常，不应该导致这么大的一个症状。那我们以为他可能是哪一点气血不通、血液不通啊，所以说他不能动了，可能是暂时的2-3天都好了。没有想到我妈妈在床上躺了整整8个月，整整8个月。那这8个月，连我爸连翻身儿啊、吃喝拉撒全部在床上。我没有办法想象，因为那个时候还刚好郑州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就是反正是也出不了门啊。然后当时还这个21年的时候，那个720之后，不是郑州又封锁了一段时间嘛，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出门，完全是这种躺在床上8个月啊，这个阶段全部都是在床上，他都连动都没有动。所以720我们家没有受任何的损失，因为都没有办法，连门都出不去。那好了，8个月啊过去了，过去之后呢，他突然觉得慢慢好了，然后慢慢的试着让他在家里面扶着他走走路，好像越走越好了。然后在今年2023年开始，我爸才开始，因为疫情好了嘛，我爸才开始让他到楼下啊，到院子里面、小区里面去走一走。他每天都可以走一走，虽然走得很缓慢，但是他每天都可以走一走。他在手脚不能动的时候，他的手是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就很像我之前有在那个小红书上翻很多这种自闭症患儿的手也是这样，好像就是这个血液它没有办法通我查这个中医的书，它叫做一种瘘一个病字框一个那个瘘病就是它的筋是缩到一起的，那个脚也是像小鸡脚一样，是踮着脚走路的，就刚开始下床的时候踮着脚走路，就是它整个的筋是缩在一起的。那用中医来讲的话，其实它就是严重的伤到了肝，就是它的这个郁就是这个肝郁太严重了，它就会伤到筋就是你这个天天很痛苦很伤肝，那个肝伤到极点的话，它就会伤到你的这个筋，就缩了。什么叫瘘？就是拧巴在一起，缩到一起了，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症状。但是我们都没经历过，也不懂，也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样造成的这就是它整个过程。那现在呢，它就是慢慢的不是在小区里走走嘛，不是疫情也放开之后，赶紧的就回国，快速的把他们就先接过来，接到身边。接到身边呢，首先就是为我爸着想，对吧？我爸自己这个疫情期间，人家也没有办法来帮忙，对吧？你这个什么亲朋好友也只能可怜可怜。确实也不错，我爸那好多朋友给我爸送菜呀什么的，因为他没办法出门呢，所以我很担心，因为我父亲也是一个60多岁，他们俩同龄人我也很担心我父亲的这个精神跟身体问题，所以说我就快速的把他们接到温哥华。目前看来这几天我观察来看他每一天都有明显的一些精神跟身体上的一些进步，那这就是整个的一个病程状况。在这整个过程中，他都有哪些症状首先第一个就是他的情绪非常的不好，这个情绪不好不是说发脾气的不好，因为我妈本身不是属于那种就是很外向型的人，她情绪不好的时候，她只会唉声叹气。她不是很喜欢打毛衣吗？她连打毛衣的时间都不知道，她脑子里在想点什么，都会就是潸然泪下，就是不知道什么事情，也没有看任何的书，也没有看任何的电视，她都会默默的不知道想到什么难心的事情，他都会流泪。我记得那个时候15年的时候，他过来看我和孩子，那个时候我一个人带孩子在这边嘛，所以我妈想过来帮我忙嘛，在这儿待了几个月，然后在这儿住了几个月。那个时候我给他放什么好看的那些什么《甄嬛传》什么的，他连看都不看。他说这些都有什么好看的？他不看电影，不看电视，也不看书，然后天天就是做数独跟打他的毛衣这个整个的就是没有办法去接受到外界的这样子的一个信息，和没有办法去主动的去感
触，比如说电视里的情节呀，他没有办法去看。你放着电视，他也就这么看着电视发呆啊，这是他早期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什么事情都不往好处想，担心所有的人，担心我爸，担心我，担心他的兄弟姐妹。因为我妈她是老大，所以他担心他下面的兄弟姐妹。他的兄弟姐妹有的人家也都当奶奶了，但是他还是依旧的去担心他们的所有的问题，什么家庭问题呀、经济问题呀、感情问题啊，他没有他不操心的。他整个人就是一个非常紧绷，然后非常去天天都在想不好的事情。那我自己认为，他虽然不跟我表达，我认为他那个状态，每天就是这样，因为他时不时会说出来一些什么事儿啊，反正是都是不能让他开心，让他很担心的这些事情。这是第一点，就是情绪非常的不好，经常唉声叹气。第二点就是他会变得很倔强。那我妈以前是属于母女之间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母女之间虽然妈妈是很平和、很温柔的妈妈，但是时不时呢，她跟女儿还是会有脾气的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所以说她突然变得就是完全不能接受任何人的反驳完全不能，然后就是非常的执拗倔强，然后必须他说的对。后来我就是说，你说对，你说对，你说的就是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然后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一个没有办法跟他讲道理不仅仅是女儿，你可能任何生人他都会觉得就是不可信就突然变成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第三点呢，就是我说的，他有颈椎疼、头疼、头晕。那我现在看起来就是在我妈生病了这么5年当中，我也接触过很多精神类方面的抑郁症或者是别人的这些案例，我发现很多人都会有这个颈椎疼的问题，刚开始都会有颈椎疼的问题，所以我把这个颈椎疼，因为他现在已经不讲颈椎疼了，因为他现在人变成这个状态之后，他已经没有讲过他的脖子颈椎疼头晕这个状态了，所以他可能在他的生活中，因为他现在没办法跟你完全的去表达哪里疼，可能已经变成一个常态了。但是这个点就是，但是这个症状大家还是要留意一点，我认为这个症状应该算是早期的症状。中医来讲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气血不好。人总在一个这种抑郁、忧郁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呢，你的气血你气血的流速和各方面都不会很好，所以它会出现疼和这种缺氧、头晕的这种症状。所以说，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父母有没有这样症状，如果有这样症状的话，还是要早一些去关注，早一些去治疗。那第4点呢，就是慢慢发展成胡言乱语。那我妈有一段时间呢，她经常会说，她经常会就是说想她姥姥啦，就是想她的姥姥她姥姥已经去世了，想她妈妈了，妈妈已经去世了。然后突然之间坐在这个床上呢，她说她妈在跟她妈讲话，就感觉好像跟她妈在讲话，然后跟她姥姥在讲话，就突然出现好像那种中邪的这种状态这个也是一个症状。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症状就是说睡不着觉，她前期是成夜睡不着觉，完全是要靠安眠药来入睡，安眠药越吃越多。那个时候她还能给我打电话给我视频的时候，有时候就经常跟我说我再去医院开安眠药就是这样一个状态。那包括现在他依旧要吃安眠药才能入睡所以说睡不着觉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症状。咱们作为孩子比较容易去观测到的一些东西，那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你早期你没有办法你说你难受什么呀，你为什么哭他们也不会告诉你，也不会跟你分享。所以说这些都是我们能观测到的一些症状，大家提高警惕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症状也是我认为一直到现在都有的一些症状。关于他这个病到底怎么样定性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讲了吗？我妈在这几年之内，只要能动，只要是每次她的病情加重，都会去医院检查，重新检查 CT 做了好多次。其实这都是不主张的，但是家里人不放心嘛，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心理疾病，那对于他们老一代人更不会相信一个心里面上面有什么问题会影响到你整个人瘫痪了，会影响到你哪儿疼其实这个
真的是我们没有关注到这一点。那如果就像这些年我关注到这一块，我才知道这个心理上的疾病真的是太可怕了。它这个病到底是什么病？我们最早开始得这个病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正常人，我们普通人对抑郁症还停留在这些宣传上的，可能你要自杀呀，对，自杀这个。我妈也有一个自杀的阶段，但这个阶段刚好是口罩期间她很快就过去了，而且她也出不去，她也有这种想要死就是自己想趁你不注意想要去寻死的这个阶段，但是这刚好是在口罩期间，所以那个时候被锁在家里面跟我妈在一起，所以她完全没有办法去实施。我们大多数人对抑郁症的认知还停留在一定要到这种自杀这个地步其实并不是这样子。这个抑郁症它是一个非常广阔的这个定义的疾病，它有很多种表现形式。就刚才说的这种肢体障碍，它也是属于抑郁症的一个典型的表现。那我们最早不知道它是抑郁症，因为我们跟大家是一样的，我们只认为这个抑郁症可能就是属于心里不开心然后想去自杀是吧？大家不了解嘛。那我们最早还是认为他是不是有这个遗忘健忘，是不是老年痴呆？但是他年龄还刚刚60岁嘛，他刚刚出现症状的时候刚刚60岁，59岁左右，58、59、60岁这个症状，所以说不应该说这么年轻就出现这个问题但是那我们还是按照老年痴呆去检查去核实所有的这些指标。后来我们是无数遍的被告知它不是老年痴呆，因为老年痴呆有一个不可逆的因素，就是他记不得你，他就记不得你了，他不会这个东西了，他就不会，他只会越来越差。那还有一种就是除了抑郁症嘛，还有一个就叫精神类疾病，也叫做癔症。其实癔症它属于精神类疾病，也是属于抑郁症的一种，所以它是一个没有办法有清晰界限的这样一个定义。抑郁症都是在精神类疾病的一个大范畴里面，但是呢，它并不是因为我们人体的哪个机制哪个神经什么东西出现问题了。我说了嘛，它检查哪儿都是好的。那什么叫癔症呢？癔症是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精神类疾病，它也是抑郁症的一种。也就是说，你这抑郁症慢慢发展，就很有可能造成这个癔症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它就是说白了，就是我自己认为自己有病，那自己的身体就会出现一些病症就这么简单。听起来好像很神奇，好像是完全没有办法说得通，好像是完全大家没有办法理解，但是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它确实是一类疾病这个疾病包括比如说有些人觉得我的右胳膊疼，但是这个人呢在10几20年前出车祸了，他就已经没有这个右胳膊了，但是他还会觉得右胳膊疼，这就是一种很难用科学来解释。包括现在就包括我妈吃什么药真的是没有办法去界定，你知道吗？就是她特别爱睡觉的时候给她吃一些兴奋的药，太兴奋的时候给她吃一些抑制的药就是这样子。所以她没有办法，这个药才发现她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很明确的去靶向性治疗她的哪一些症状和她的整个疾病，就没有办法用科学的方式去说明白因为所以这样说明白这个东西这个病到底是什么东西产生的，那么就归根在他的心理上的疾病，也就是说我心里觉得是什么呀就是什么。那这个疾病呢，我们现在比较认同它应该是这样子的疾病，就是它本身整个人体是没有病的。你说它没有病也不准确，也就是说它的身体你这个整个人体是没有疾病的，但是因为心理上的问题，比如说它造成了它血液流速问题，它整个的新陈代谢变慢了，对吧？这就为什么他的手脚会发凉，然后手脚不能动然后造成了这一系列的这种反应，其实都是来自于他的抑郁、他的忧郁伤到身体了。但是你说他有病吧，他全身又是健康的，那他有可能是就是臆想出来的这种疾病。就刚才我说的，说一个比较典型的，就比如说有时候小孩儿你挨骂挨打挨骂，他就憋着不让他讲话，你说哭憋着不准哭，小孩突然会觉得这些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就会觉得突然之间我不会讲话了，我变成个哑巴了，
他就真的不会讲话了，他就完全讲不出话，他很想讲，但是也讲不出来话了，就变成一种心理上的抑制这个功能了啊，这就是癔症。那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说，有一个人总觉得他肚子里面有这个啤酒味儿啊，有一个啤酒瓶，然后呢，医生呢就发现他是个癔症。那这癔症患者哈，他是自己觉得自己有某项病，但他并不是傻子，他并不是说完全你可以把他当孩子当小孩一样欺骗他，不行的，你不能把他当小孩，因为他是被欺骗，他不傻，你知道吗？他只是觉得他哪一方面有病，拉了一刀贴了一个胶布之后就告诉他这个啤酒瓶我已经给你拿出来了，然后这个人就恢复期间就觉得挺好的哈，然后当时医生就拿着他那个所说那个啤酒瓶问，你看这啤酒瓶给你拿出来了吧？本身他就已经恢复的好了，觉得这个肚子里啤酒瓶没了。当他看到这个医生拿出来的时候，他就说我的啤酒瓶不是个牌子的，这就是癔症。那我妈妈这种状态是属于没有那么夸张哈，但是呢，她也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就比如说，你现在让我倒回来想，她刚开始觉得自己不会做饭啦，饭也做不了的，刚好是在我父亲，我刚才说了退休的时候，因为我父亲一辈子没有做过饭。没怎么做饭，一辈子做饭可能10个指头都数得出来，没怎么做饭。但是我退休之后呢，我妈就过于依赖他，在心理上造成一种依赖。那究竟这个感觉是从哪里来？就这个点是从哪件事情发展出来的？我们谁都不知道，也说不清楚。他现在也自己也没办法表述，也说不清楚。看了这么多医生，吃了这么多药啊，之前那个抑郁症的什么5朵金花都有吃过，这些东西对身体伤害真的很大。吃完之后人就有点痴呆了，也就是吃了那个抑郁症药之后，我妈就交流上面确实是有很大的问题。但当时咱们也不懂，医生让咱们吃什么，肯定要遵医嘱嘛。然后又不是很方便，因为他所有的这些症状变化，在这过程中又没办法出门交流，有时候只能打电话呀、视频跟医生去交流，所以整个这样子的一个病症发展的过程就不是很顺利，就在治疗过程都不是很顺利，那就到今天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今天这个视频呢，我希望对大家都有所帮助，就是在我们这个年龄阶段吧，上有老下有小，我们可能更多的真的说一句良心话，说一句实在话，我们可能更多的这个心会用到自己的孩子身上。对父母总觉得父母特别的强大，就比如我来讲，我总觉得我爸啥都能干，特别强大。但这次我回国，我才发现他们真的老了，他们有很多东西都搞不定了，你知道吧？不仅没有办法帮你解决，他们自己的事情都解决不好了。我真心这么觉得就是父母真的老了。这个老呢，他需要我们在此之前都要关注他，就是在他衰老之前，你要关注他开始衰老或者开始急速衰老的这个过程，它可能会出现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症状。那当然了，身体健康问题那永远是放在第一，但是心理健康可千万不要忽视了，不要像我一样，今天我妈这个状态，我觉得跟我在15年、16年那个时候没有关注到她的，还跟她吵架呢。当时天天在家，我们俩天天对嘴，还天天就是娘俩不就这样吗？吵完架一会儿又抱在一块儿逛街去了。就是这个状态，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关注，只是觉得他怎么脾气变得这么暴躁，是不是更年期啊，是吧？我觉得我们女孩子可能对母亲，可能对妈妈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个阶段我就希望女孩们，如果你妈妈在这个阶段的时候，给她一些关爱给她一些就是说得出口的爱，就是不要觉得腻。其实妈妈越老，你越不怕腻她她越腻她越开心。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可以先订阅我的频道。最后呢，祝我们天下的父母都快乐、安康、长寿。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拜拜。